本节目由海伦凯勒眼镜特别支持。本栏目由寻医问药网赞助播出。女友眼中，她曾是完美励志哥。别人家女儿是个招商银行的，他们家女儿是建设银行。您的妈妈想圈养过江龙，她是圈养不得的。一次抉择，她为爱迁徙，却从此自甘沉沦。最后倒是就流产了，她还不照顾我。止步婚姻，咆哮现场。你们甚至不尊重自己所爱的人把话说完整的权利，我只能把它认定为是素质问题。这不是素质问题，这就是个人家里面的事情，又谈到了什么素质问题呢？看看什么叫素质问题吧。是我没素质。失意人生，他该如何面对？在你被工人追着屁股号的要工资的时候，掏钱给你的长辈，别说跟他服个软，别说他说你两句不好听的，一个大嘴巴抽过来打你脸上了，你认不认啊？给他的故事压力倾诉。我遇到这个人，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妈一直催我结婚，但是她一直不给我一个说法，我拿她真的没有办法了。2年前，兰兰和杜伟还是异地恋，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成都。对于那个时候的他们来说，能够生活在一起，成为了2人最大的愿望。后来，杜伟放弃了在北京的工作，回到成都和兰兰在一起，并约好今年5月20号那天去登记结婚。可是到了约好的日子，杜伟却失约了。之前我一直都认为这一切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了，但我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我根本就不想要这种生活，根本就不是我要的这种生活。我没有想到他是这样子的一个男人，我也没有想到我们的生活会变成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他就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和说法，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逃避我。好，看过短片之后，他的压力大不大呢？接下来我们把倾诉人请上场，听听看他们心中的压力，欢迎他们。兰兰和杜伟啊，这个有矛盾有压力啊，希望咱们能够帮到你们，但是得说出来。是这样的，我跟杜伟2个人之前是异地恋，而杜伟他呢，为了我放弃北京的工作，回到成都。我们俩在一起了。在5月20号那天，我们约好去办理结婚证的。临时出门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店里面有点事儿，他就让我先去车站等他，因为车站离那个店里面只有10多分钟时间嘛，就到了。我就等了他很久很久，他都不来，我就害怕嘛，我就跑去店里面去找他。我发现他在那儿睡觉，我就很生气，我就跟他吵了一架。我就想，我们都约好了5月20号去结婚，你在那儿睡觉算什么意思啊？本来这种个人家庭里面的事情，我不想拿到这个节目上来说。但是后边那个栏目的编导告诉我说，这个嘉宾有雷鸣老师，我个人非常喜欢雷鸣老师。是吧？真的。我看过雷鸣老师主持的很多节目，觉得雷鸣老师说的都比较有道理，分析的也很透彻，也能帮助到人。最后我还是决定把我的故事说出来。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好，就说看看我现在应该怎么做才好。就是我就说520这事嘛，不是刻意好说安排说那天我有什么刻意安排说不去啊怎么样呢？就是5月19号那天，兰兰你给我打电话，就说明天是520什么什么我爱你是个好日子，以后结婚了，每年我们的一个值得纪念的结婚纪念日。结果那天他一打电话了，我也走得比较早，我想着就把交给一个服务员管了，我就回来了。当天晚上说实话，我们经常做生意做惯了嘛，心里面不踏实，店里面那么多货嘛，值那么多钱，对不对？第二天早上一早起来，结果我到店里面去了，真的就有一个服务员，他当天就没有把那个店关，我就说了那店员2句，人家根本就不理我。当时我心里面就突然就想着，反正这段时间我们发生了这么多事嘛，我和他父母之间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我突然就不想去结婚了。5月20日本该扯证结婚，杜伟却一反常态，躺在自家店里睡大觉，硬生生地把这个好日子毁了。而理由却是因为一个店员的无理举动惹恼了他。
可是为什么迁怒店员的杜伟要把气撒在自己的婚姻大事上？店员的过错，板子却又为什么要打在自己的未婚妻和他的父母身上？接下来，杜伟口中那段始于2年前的往事回忆，又将让我们看到一个怎样的答案呢？05年我大学毕业了，我们有3个同学，我们就到北京去打工，要不到1个月，人家都吃不了苦，人家都回来了，结果一个人在北京撑，就在那个工作室做了2年的那个小助理，每天跟人家打杂。是啊，我当时就是看着你做一点呀。我又做了4年的设计，最后11年的时候，我们公司就是升我做那个设计主管嘛，工作也稳定了，工资也不错，我觉得我在北京发展的也有点奔头了。12年的时候，我回来是一个朋友的聚会上就认识兰兰了嘛。说的时候，朋友他们讲就是说你家里条件不是很好，而且你读书的时候啊还欠了8万块钱的账，你在北京工作的时候你就一边还账一边养爸爸妈妈。我觉得你挺不容易，而且你也是很孝敬，也是一个很上进的人啊，所以我看上你这点啊。中秋节的时候我回来了，我们俩就确定这种关系嘛。然后当时他父母就死活都不同意。不同意什么呢？他爸妈就说异地恋嘛，只有一个女儿，不让他女儿放他走，他们家里面条件可能好一点，必须让我从北京回来。怎么样？本来也是呀，异地恋的时候谁会长期在一起啊？异地恋长了，2个人感情也确实不好呀。雷老师你也知道，说实话，在北京做一个工作，做到一个设计主管，真的很不容易的。当时我手里面管了40-50个人，真的，我说实话。但是你还是为了这份感情，你放弃了北京的事业。刚开始我没有愿意，刚开始我也不答应。他就给我下通缉令嘛，就说，要不你回来，我给你一起结婚，要不就是我们2个就分手。当时我还是考虑了好长时间，到了年底的时候，我还是回来了，我还想着呢，我在北京都能做。回到成都，可能我应该说能做嘛，北京都能做好，我在成都这么个小城市，我也能做好，所以说当时还认为自己挺能的。是啊，你当时回来的时候我也挺感动的，所以我就马上跟爸爸妈妈说我要跟你结婚，我们也结了婚。感动了，我知道你也挺感动了，我就领着他到我们老家去办了酒席，在我们农村都知道你办了酒，请了亲朋好友了，人家都认为你就结婚了。我们说好了回成都来就去扯证，现在就是说他爸妈这又不答应，马上去扯证了。说什么呢？说我刚回来，工作没有，房子没有，什么都不稳定。没回成都之前，你不知道他父母亲对你的态度吗？不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父母亲就是说我回到成都了就认可这东西。其实我心里很清楚，他妈有小心眼儿，根本不放心我，怕我给不了他女儿幸福。我妈那样说也是为你好，你想那会儿你回来没有工作，没有车子房子，我妈也不放心把我嫁给你。再说了，邻居怎么看你，以为你在我们家吃软饭呀？我妈是处于你的状态在考虑你呀。我就没再多说什么，随便你妈怎么想，我也没多说什么，我就想以后做好了再做给你妈看呗。那最后我妈也是买了一套房子作为家中送给我们呀。本来我妈妈身体就不好，还每天从新都跑过来帮我们盯着装修。但是那个地砖坏的时候让你去换，你也不去换；灯泡坏了也让你去换，你不去换。我妈让你做什么你都不做，最后累到我妈高血压犯了嘛，去住院。结果她呢，她就不管不问，还不去看看。结果还没有脸色看，这事就全部怪我吗？这房子是我的吗？这房子根本就不是我的。你自己说，这房子从一开始就没有人打算说这房子是我的，这房子房产证上没有一个字是我杜伟这个名字。刚开始想着我们回来结婚嘛，这房子装修嘛，我也参考一点意见，按照我们年轻人的这种想法嘛，装成我们喜欢的那种风格。他妈就说不行啊，这房子是我买给我女儿结婚的嫁妆，我们现在要怎么装怎么装。你要想的话，你以后生了孩子，给你孩子买大房子，你爱怎么装怎么装去，现在你就别插手，别管了。是这么说的吗？对，他妈就这样，真的就这样对我说的。我妈也是想要鼓励你啊。鼓励我。从回来就看不起我，从没回来就看不起我。我爸妈没有说看不起你啊。我听你们俩描述以来，说你在北京打拼的时候，你们俩感情很好的时候，至少你没回成都之前，一切都相安无事。怎么你一回成都这事就突然一个大转弯呢？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没有说过他父母对这什么异地恋啊，要做什么倒插门女婿啊，根本不知道这些。我大概明白了，他回到成都的时候，觉得自己被坑了。这些我都就认了，我都想着我自己在成都再使劲发展发展，我以后好了我再做给你看，是不是？我看着我能不能做起来。结果呢？回来嘛，他们家里很看不起我，我当时也非常心情非常急迫，巴不得就马上就找到一个工作，就真的是病急乱投医，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找我那朋友啊，我们同学都
托他们去找工作，没有找好，一会儿去跑保险，一会儿去卖车，我都去干过。说实话，房地产我也去帮人家卖房子，也去弄过。让他做那个钢材，他又不做，做保险或者做那个跑业务之类的，他都不去。每次工作你都是做了不到2、3个月你就不做了呀。但是就说那工作的确不适合我，结果就说现在稍微不顺一点。本来我以为你也有那个能力啊，可是之后证明了你没有啊。你们平时就是这么沟通的吗？2位？本来现在服装生意就不是。我觉得我跟你们沟通很困难呢。一个是没说清楚，第二是怼着来了，然后我就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又发生了。我接着问啊，对，这个回来之后你发现一切都不对劲了，完全和我想象的是两码事。几个月时间当中没找到你认为合适的得心应手的工作，然后你又突然发现兰兰的父母亲百般的看不上你，不是百般，根本就看不上，不是百般看不上。可是你回来是为我呀！你说你要想去做服装、做老本行吗？我答应你了，我也向妈借钱了呀。管我妈借10万的时候，我妈还不同意呢。可是我妈愿意借你，就是对你没有意见呀。要早知道你妈妈是这么样说的呀，借给我怎么样怎么样，我绝对不会答应要这钱，我宁愿不去做这生意。兰兰的父母在杜伟看来，就是他今天不幸生活的罪魁祸首。2年前只办酒席不扯证，他们阻止他的婚姻，之后又在婚房这件事上让他蒙羞受辱。兰兰的父母不待见他，杜伟心中明白，这都是因为自己没了事业。可是他一心想补上这块短板，却偏偏工作无着落，落人口实。为此，他气自己，更怨恨兰兰的父母。然而，面对他们送上的10万块生意钱，他没有拒绝。不想，却最终让他和兰兰父母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为什么兰兰父母的钱到了杜伟那儿就成了陷阱，让他追悔莫及？接下来，兰兰口中那个被隐瞒的生意亏本的事，又将牵出怎样的是非恩怨呢？他不是这样的，他是做生意亏了，他还瞒着我们。都知道新开店，你刚开始客户少一点，经验也不够，就说你自己还是有个摸索的过程。不管你做什么事情，都有摸索的过程。旁边那些客户嘛，人家都是说嘛，刚开始不要太着急了，你做个3年2年的，你慢慢的客户多了，生意就慢慢就起来了。有一次那个员工到家里面要工资了。那是开店之后多长时间？那会儿是开的时候是9月份嘛，9月份开到年底的时候，人家年底了，就是员工就是他没钱发给那个员工。那个员工就到家里面来要钱了，要工资。我妈也没办法，实在没办法，就拿了1万块钱把那个员工工资给了。可是他一个好脸色都没有跟我妈看，也没有说声谢谢。好像说的我拖欠员工工资不给似的。那个年底的时候嘛，我看上了几个免疫款，我觉得那个款真的特别爆，我就从广州就进了一批免疫回来，当时就压在库房里面。去年大家都知道嘛，那天他始终不冷嘛，他就说要工资嘛，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没问题，我说就这2、3天。马上把这钱卖出来就给你，3个人才不到1万块钱的工资嘛。我说2天就能卖起来，马上就给你了。结果呢？其中有一个他就挑事儿嘛，他就不愿意嘛，他就马上给他妈打电话，他妈就到店里面来。为什么给他妈打电话？你是老板呢？从这我也知道了，他妈对我就是根本就是不放心。什么意思啊？装修的时候来过啊，可能就跟人家留了电话了，看看我怎么样。就是我听懂了，妈妈曾经经常以投资人的身份来店里巡查。刚开始还不是说经常来，就是刚开始偶尔来2次，来看看。你觉得这样的巡查对你？我妈把钱投进去，肯定要是去看一下你生意做的怎么样呀。我再问问题啊，他妈妈到你这儿来巡查你的这个店啊，你觉得是对你形成了干扰，还是你认为是对你的一种精神层面的支持？我跟你说，人家就是来巡查，人家每次来了之后就坐在那个老板桌前面，让我们的服务员小张你去招呼客人，让谁去招呼什么，谁去招呼。我就有时候还让我去库房去搬货啊什么的。那在你的员工面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位？他爸妈不在的时候，当然我就是老板，我还好一点。发生了那件事情之后，好，特别是他妈，隔天差天的就来，就坐在那儿，弄这弄那。好，那杜伟，你觉得目前为止你的店经营不好？你觉得哪一个是主要原因？是你个人对成都的服装市场评估不足，是你目前正处于事业的积淀期，第3是你的投资人或者说你未来的丈母娘对你干涉太多。现在我的生意其实有起色，就是现在是因为他妈现在每天都到店里面来，隔三差五的来这样指指画画的，我的店根本我就没法弄下去了。我妈去的时候也是因为你天天坐在那儿玩电脑玩手机呀。是啊，来了。怕你把生意做不好，我妈去给你说那个该怎么做，要指点一下，你也不采取意见呐。哎，那我问一下，你都不理我妈也不。那我问一下兰兰啊，我问一下兰兰，
那你的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呢？我爸爸以前是公务员，你妈妈呢？我妈在家里面，没什么事儿，家庭主妇。对。我冒昧的问个问题，尽管是投资人，可能在生意上不太懂行，那为什么你妈妈要到他店里去？对这个，我妈到他店里面都是因为员工嘛，就是闹了以后，我妈就想着，怎么连工资都发不起啊，怎么样的，我妈就去看。不是我妈跟我说的，她对生意不上心嘛，就玩只照着玩嘛。刚开始我妈跟我说的时候，我都不相信，我自己去看的。然后我确实。有什么不上心的？有什么不上心的？那是呀，我去看的时候你也在那玩电脑玩手机嘛，对不对？早上3点多钟我就起来，晚上12点我都还在弄货。说实话，我有什么不上心的？现在等于说这个店不是我的店了，是你爸妈的店，是你们家的店了，跟我没关系。本来就是我妈一番好心，她就把我妈的好心就是当成那种，她误解我妈。我妈也是为了我们好呀。杜伟，你觉得你们俩现在的问题是他父母亲干预过多导致生意不好、情感不好呢，还是你们俩本身彼此之间也出了问题？我们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他嫌我妈去店里面多了嘛。我觉得你们俩问题挺大的，就吵半天啥，什么事儿都没法正常沟通啊。他是之前他不跟我沟通呀。经常就是现在经常为了一点不是说特别那的事情就跟我争吵，就是她怀孕啊这些事情很简单的一点事情，她都又跟我就是要吵。在兰兰看来，杜伟的不满仅限于对自己的父母，而他和杜伟之间的不快，也只是因为父母而起。可是事实恰恰相反，杜伟争吵的矛头指向兰兰的父母，同时也在指向兰兰本人。他们之间的情感早已是千疮百孔。接下来，杜伟口中有关怀孕一事的争执，正是他们感情裂痕的最好佐证。我本来身体就不好，好不容易怀上孕了。他怎么说的？他跟我说的，孩子生下来就是个麻烦的事儿。我没有说过孩子是麻烦事儿，从来都没有这样想过。但是你就是不想要那个孩子呀。的确嘛，你刚开始我们刚回来，这钱说的白了，我兜里面现在掏出来1分钱都没有，还跟你妈妈爸妈借了那么多钱，都全部投在那个店里面。你说有孩子了，我说你没有考虑过我还是的安慰你，我说现在不要孩子，这段时间不适合要孩子。现在都知道一个孩子生出来成本特别高，是不是？我作为男人，我跟你商榷一件事情哈，既然没有做好生育孩子的准备，那为什么让他受孕呢？那就是意外嘛，那谁知道了生孩子的东西，那谁也不敢保证就不能怀上孩子，对不对？你看嘛，他就是这样的，每次他都是这样子。他明明知道我身体不好。那结果呢？刚开始嘛，他是不照顾我，我本来反应就比较大，然后他不照顾，他就忙店里面的事儿，他都不管我，也不问我。做过辅导的人都知道，我们做早市的，每天只要累的，有时候在店上站着都睡着了，我什么不管你。兰兰呐，杜伟啊，你们还确定你们感情很好吗？我妈就把我接到新都去跟他们一起住的时候，有一次就是医院说该体检了嘛，就是产检的时候，当时我在家里面，我妈当时还带着我哥哥的女儿，才3岁，我小侄女，所以当时我哥不在，我妈就带着。就是你妈妈要照顾你哥哥的3岁的孩子，对，就然后要陪着你，带着肚子里的孩子一块去产检。对，当时是让他来接我，他不接我妈，没办法，实在没办法才跟我一起去成都的。到家是7点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一会儿就回来了，结果我等到9点、10点、11点，他都还不回来。我再给他打电话，他就根本就不接电话了，而且当天晚上他就直接不回来了。干嘛去了呢？那天我最后给你解释了嘛，本来就是当时有2个广州的朋友过来嘛，谈服装上面生意的事儿。你说我是主人，我在成都，我是主人，人家从广州大老远的飞过来，喝会儿茶，谈会儿生意，人家都没走，我就说走啊。你接了电话，我要跟你说，我说稍微等会儿我就回来。后边他妈就1通电话打过来，劈头盖脸，反正是一顿臭骂。你今天要别回来，你就永远都别回来了。那是呀，我们等你那么久，你都不回来，明明知道我反应比较大，我妈又急着要回新都，你就不回来。再说了，我妈既然说气话，你就真的不回来了吗？结果第2天她不回来，我跟我妈，我们3个人就是算是老弱病残了嘛，我们就到了医院去。一路上我小侄女很饿，我妈要照顾小侄女，我就刚怀孕嘛，又吐得厉害，真的很狼狈。都说了让我别回来了，我还自己厚着脸皮跑回来干什么？那你不管我妈说什么，你再怎么样顾及我呀，那是我们俩的孩子呀，你就不管我的感受呀。你爸妈就没有把我看成你们一家人。2个人都各自倒不完的苦水，但是我相信大家听得应该很明白。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减压面对面。
你刚刚不是说怀孕了吗？你现在是怀着吗？孩子已经没了，因为我身体不好嘛，他不陪我去做产检，我心情也不好，最后导致就流产了。流产了他还不照顾我，电话也不给我打，我妈也看着我心疼，我妈又把我接回新都去做。流产是他的问题，还是你身体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回来嘛，我就很生气了。所以如果你觉得这样的话，做妈妈你觉得你合格吗？一个本身怀孕的妇女，怀孕的要做妈妈的女人，自己认为自己身体不好，那你就更应该去保护好你自己，包括你肚子里的孩子。可是当时做了那样子的话，谁不生气呢？嘉宾，这件事情也不要怪兰兰了，好不好？你也不要怪兰兰了，的确也有我做的不好的地方，好不好？刘老师啊，嗓门虽大，心里有是非。当时你回成都是因为你爱兰兰，还是因为你回成都是兰兰的爹妈答应你回来，你们两个就结婚，你回来我们就借你事业启动资金，你回来我们就替你还1万多块钱的员工的拖欠工资？你是因为爱他，还是因为他父母回来的？具体他家的情况我都不是特别了解，所以说我当时的确是为了他回来。你爱他，你回来，兰兰并没欠你的，就是没有说过他因为你爱欠我的。好，很好。没有。你对他得有多爱，你还记得吗？还记得。还记得是哪个瞬间让你决定，我离开这个首都，放弃一座你已经打拼了好几年、大有前途的城市？他自己一个人跑到北京去看了我一次，这么个小女孩，当时一个人跑到北京来找我。我们那个地方在大红门那一片也不是特别好找。他找到我的时候都晚上了，到了北京乱七八糟的找了半天，好不容易找到我。我当时工作也挺忙的，我也没有说就说马上陪他出去走走啊、弄啊啥的。说实话，我工作真的忙，那会儿手里面管了30、40个人，我根本就走不开。你看嘛，我说你来一次，你到北京来，我连天安门都没带你去，真的很对不起你。他都说没关系的，然后他就说我爱的就是你这个人。当时他上飞机了嘛，我就觉得我的心就怎么说呢，也好像跟着他一起就飞回成都去了一样。对呀，这个女孩走了，从北京走了，瞬间那个有1600万人口、交通拥塞的大城市对你而言就空荡荡的，你在这就没有心了。你是跟着你的心回成都的，你永远记着这个。接下来啊，我问你，钱借没借？你媳妇儿替你借的，你用没用？你告诉我，那10几万。用了。好，用了自己老丈母娘的钱，老丈母娘那1万多块钱拖欠工资发给所有的工人，这是事实吧？是。工人拿着钱走了吧？没走，听了他妈的话了。啊。用了老丈母娘的钱，该不该在老丈母娘面前低头？我低头了。哦，就说作为一个男人嘛，这句就说我谢谢啊什么表达，我不是说特别流畅，我没有把这个话说在嘴里面。有一次我就提着东西，就那个欠了工资之后，你就说在嘴里，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是你媳妇儿亲妈，你别着急，你别上一次我还提了东西跟他一起回去看他父母，本来我也准备说就是说谢谢嘛。高高兴兴的，好不容易回他们家去吃顿饭，他妈在饭桌上就那么说我，别人家女儿是个招商银行的，他们家女儿是建设银行，就是往外掏钱。是呀，当时我妈这样说也是开玩笑的话呀。你别搓火，老太太就这么说了，你该听着吗？我没有反驳。可是你脸色也不好看呀，你第2天你就走了，悄悄的走了。姑娘，不是他悄悄就走了。兰兰，我知道你们成都姑娘都厉害。兰，挨了骂之后，你还要求人家和颜悦色、欢呼雀跃，这有点要求高了，啊？没有，是，我没有要求他怎么？兰兰，我打断你，兰兰，听李老师说完啊。你知道最大的问题吗？兰兰，最大的问题，他在北京打拼过，他内心深处自命为是条过江龙。您的妈妈想圈养过江龙，偏生这条过江龙心眼有点小。他这种人他是圈养不得的，哪怕你给他个房，那圈养那圈还得按你们家要求装修。
我妈说那句话都是为了鼓励他，而我妈根本不是那样子做。虽然怎么说怎么不好听，老太太怎么说都有理。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做怎么没理。哎，首先我提醒你一点，来到这个现场，我感谢你对我的看重，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现场另外4位老师，哪个社会经验都比我多。我需要你谦虚的仔细听他们每一个人的发言。好的，明白吗？我愿意。好，谢谢。楠楠，你爱这个男人吗？刚刚我在说你不照顾孩子的时候，他激愤而起。那当他受到侮辱的时候，那你应该怎么做？因为他每次就是我妈跟他说那些事儿的时候，他你认为你妈妈说的对吗？你自己认为你妈妈对他说话那种态度，对你，我当然是相信我妈不可能那样说的呀。你刚刚说我妈妈就是这么说的呀。我是之后才知道是这样说的，我就觉得我妈那样说的话。我就想问你，从你们两个认识到现在，你妈妈跟他说过无数的话，骂过他的无数次话，你都听到过吗？还是从来一句都没有听到过？我就没有听到我妈骂他。不当着他那样骂我。那上次在都是尽量背着他女儿。上次在饭桌上说你，我对不起小鹏。饭桌上说的那个是兰兰啊，杜飞，你们俩生活中尝试过心平气和的放低嗓门，正儿八经的沟通过、说过话吗？我早就打算不想说话，我看他们俩狂躁的交流状态，我堵在中间难受，我根本就不想说话。可是对于这个女人来讲，她的自己心爱的男人从北京大老远的回来，为了跟她结婚，她丝毫不去保护她所爱的男人，反而认为她男人就该在她家里边自取其辱。那是因为我不知道呀。现在你知道呀，刚才你辩驳了无数次，我妈妈就是那样的，我妈说的都是对的，你应该听着。你辩驳了，我也是为了她做了很多事情啊。怎么做的？你跟妈妈讲过吗？假如就是我妈说要让她买房子嘛，但是我现在就是不让她买房子了，我也跟我妈讲好了呀。我妈本来就是给我们买了一套房子在成都。我不想在那个房子里面住了。我跟我妈都说了，让房产证上加上你的名字呀。那房子本来就是我们结婚妈妈作为嫁妆送给我们的，那就是我们的呀。兰兰，你能有这种感觉吗？不是真的，不是一个房子，不是给了多少钱，而是他在你们家里边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我觉得尊重对一个人来讲，最简单的尊重是你话语给到。说实话，当然你们两个彼此之间也不互相尊重。但的确，你妈妈说了很多话，过于的重了一点。不是这样的，她也挺尊重我，我也挺尊重她的。只是我们两个下来，就是我妈妈跟她说的那些话嘛，她从来不跟我讲，就是她一般都是跟我说的好的，都不会说坏的。所以因为这个，她才会跟我妈有很大的误会，要不然我都不知道。但如果这样的话，我反而觉得你心里面真的没有这个男人。如果你第一次听到你的男人在你妈妈面前得到这么多的言语的攻击和羞辱的话，你内心当中应该对他。但是她是我妈呀，我妈那样做也是为我好，我是唯一的女儿呀。那为到你好了吗？那谁不是想妈？兰兰，我补充一点，就是因为有误会才这样子的吗？是都不理解啊。我说句过分一点的话啊，你说你们俩有多尊重？在这么众目睽睽录电视的情况下，你们甚至不尊重自己所爱的人把话说完整的权利，我只能把它认定为是素质问题。因为我们已经再三的提醒了，雷老师也说了，听别人把话说完，好吧，你们不听我们把话说完也没关系，你自己的丈夫或者自己的爱人，你总要尊重他说话的权利吧，就那么一刻都忍不住啊！闭个嘴就这么难吗？好好聆听别人说话就这么难吗？好了，我也不知道这位嘉宾是谁，反正你说话了，我也不说了吧，好吧，你们说吧。你要是不愿意听，我们可以不说，没关系的。行，我们不是一定要说的。刚才我跟雷老师说了，这个美女说话的时候，我也说了，我特别愿意听，我来就是要把我的故事说出来。让大家来帮我分析我到底该怎么做。是啊，那你就听别人说完呢，你就听别人说完呢，你反反复复的打断呢。我们就怎么样了？什么素质问题了？谁有什么素质问题呢？这不是素质问题，这就是个人家里面的事情，又谈到了什么素质问题呢？行，是我没素质，我离开。不至于，老不，因为这是一个互动交流帮忙的节目。如果对方不需要这样的帮助，我何必要坐在这儿呢？等他们做完了，下一场我再来。
我没素质，我也不需要这样有素质的嘉宾来跟我交流。素质这2个字本是嘉宾涂磊老师的善意提醒，没想到却点燃了杜伟的火爆脾气。的确，杜伟有着一肚子的怨气，工作无着落，事业归零，女友家人的看不起，这一切似乎都给足了他怨天尤人的理由。然而，抱怨的结果又如何呢？接下来，面对铁板一块的杜伟，台上的嘉宾能找到打开他心结的钥匙吗？愤然离场的涂磊老师，面对这样一次突如其来的攻击，还会重返舞台帮他一把吗？涂磊老师选择离开是涂磊老师的权利。以轩，你对他们俩，你还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无论是刚才这个小细节，还是整个的一个表现，我们大家都能看出来，杜伟是一个自尊心非常强的人，而且偏向有点自我，导致你虽然为了爱的人来到了这个成都的家，由于他父母对你的看不起，由于这种东西长时间的积累，让你变得有些自负。你觉得我说的对吗？可能有一点吧。有一点。虽然说他妈妈给你拿这样一个10万块钱的资金开了这个店，你开始还想全心全意的去经营，但后来你发现，在这个家已经没有地位了，你觉得这个店就是他们家的，你就是他们家雇来的员工，所以你有懈怠了。是这样，是不是？是。这位嘉宾可能跟你啊岁数差不了2岁，当他和你的丈夫啊，他用温柔的方式跟你丈夫讲道理的时候，你看你丈夫已经连续3次，有点，对，是这样，他全听明白了，而妻子跟丈夫用，他全听不懂。兰兰，你没发现有点区别吗？在对比之下，不是以前我们不是这样沟通的。你看，又来了，没关系，你对我可以这么说话。你以后跟你丈夫交流的时候，咱能不能用我们这位老师刚才身体力行给你示范的方法？他全听得懂。雷老师说这也是一个现象，但我相信他俩之间的矛盾也不在于此，但确实你可以注意一下。雷老师，真心的说这句话，我今天是来听你的意见的。那我给你俩字儿，就是我的意见：服软。今天的确是，我心里面有很多的话，今天上来说出来了，觉得心里面特别的，就说这种情绪上来了。不管刚才这位嘉宾怎么说，我觉得反正我这样做跟他吵是我自己的不对，我给他说一声，不管他在不在这里，我当着大家的面给他说一声对不起。我问一下，咱们这个老丈母娘以后所有的资助，有没有骨气一咬牙一跺脚再也不要了？有，必须的。哎，以前所有的资助一定会还清楚，要由自己的妻子亲手还给，因为当初还要加上利息。哎，我告诉你啊，当初借钱是老婆替你借的，那接下来还就得老婆出面替你还，你明白吗？谁借的谁还，你懂吧？刚才你在现场说了很多，可能会让老丈母娘在电视机前听了不开心的话。接下来就看挑战你的个性了。我刚才说了啊，服软，对着镜头跟老丈母娘说你错了，说的要诚恳。你能不能自我修正自己的个性？能不能？你别一脸愤懑，眼中有怒火，别介，整个情绪给我换喽。那是长辈，那长辈在你被工人追着屁股后头要工资的时候，掏钱给你的长辈。别说跟他服个软，别说他说你2句不好听的，一个大嘴巴抽过来打你脸上了，你认不认啊？那跟爹妈有什么区别？
辈应有的态度，叫声妈。我刚才说的那些混账话，我错了。这不是关系到今天，这关系到你一个男人接下来10几20年的路。妈，我错了。我以后一定会做得更好。哎，打什么意思？这位嘉宾，刚才真不好意思，对不起。我的助理跟我说你在现场有诚恳的道歉，所以喽，跟你赔个礼道个歉，赔个礼道个歉。我也是性情特别急的人，我想说2句话。第一句话，虎落平阳被犬欺。第二，成熟的麦子总是懂得弯腰和低头。你整场站在上面的表现是感觉天欠了你的，地也欠了你的，满世界都欠了你。这份失落是可以理解，但是你要记住，第一，这是你选择的，选择了就要去承担；第二，你是为了你自己所爱的人回来的；还有第三，最重要的一点，你确实没有在成都做出让那老两口幸福的所谓的业绩。你曾经是一个专业的职业经理人，你很清楚拿成绩说话的。谢谢这位嘉宾。一个男人最重要做的是什么？你有能力没错，你有能力，但是你可以被你的性格使不出劲儿。你用你的性格驾驭了你的能力，而不是用你的能力驾驭了你的性格。这是一条线，这是一条线，这条是你的能力，这一条是你的忍耐力，这中间是你的生存空间。你要是能人所不能，忍人所不忍，你的生存空间就会比别人大。你忍而不能，那是懦夫；能而不忍是个匹夫。你再有能力，你使不出劲儿。所以说，你这个人总是容易过头，自信过头就自负，自轻过头就自卑。但是你要知道，就现在你的这样一个状况，恰恰是你人生当中考验你最大的机会。我刚刚为什么说他父母就通过这件事情就看清楚了你？通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清楚什么是真爱，就是当全世界都否定你的时候，有一个人站在你身边，你还爱着他，这叫真爱。你春风得意的时候，你爱着一个人，那不叫真爱，他不过是你的附庸。什么时候看清楚你是个真男人？从头再来还能起来，这叫真男人。否则的话，你再抱怨也没用，再抱怨你最后还是一条虫，你成不了一条龙。而至于你，我看你是被家里宠惯了，太任性惯了。男人恰恰是在事业最落寞的时候，不管自己的丈母娘、自己的岳父，哪怕周围的人怎么否定自己，只要你一声温柔的鼓励，远胜过于严厉的苛责。但你没有做，你重复的最多的嘴里就是我妈我妈我妈。你妈当然是为了你好，也是为了她好，但是她毕竟不是他妈呀。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对你们俩是极大的考验。不要跟我说什么真爱，也不要跟我说什么山盟海誓，熬过了这一坎儿，再跟我说真爱的问题，否则的话，一切都是云淡风轻，好吧？我很高兴的看到你们俩来节目的状态和现在的状态有了明显的不一样，而更重要的不一样来自于你们俩内心。我想我和我们4位嘉宾和所有观众都解读到了，每个人都有答案，你们心中更应该有答案。来，请去密室。
兰兰也不要着急，请大声说出来。让我牵住你的手，不再放开，让我陪你走下去，苦乐相伴，感谢你让我领悟，让我大声说出来。对，我知道你的压力特别大，现在我都跟爸爸妈妈商量好了，他们已经答应我了，以后不再干扰我们俩的生活。你也不是三门女婿，你还记得吗？当初你跟我讲的，你说你不想错过我，你说错过了我将是你一辈子的遗憾。我想告诉你，其实我的心情跟你是一样的，我也不想错过你，那所以我求求你，你回来吧，我们去结婚。你回来吧，杜伟。我心里面真的也很想和你在一起，我也很爱你。想起当初你对我那么好，现在我们却每天在争吵，我心里这边真的好痛。到底我做错什么了？还是我当初就选择回来错？我真的不知道。如果你们希望兰兰继续和杜伟好好的生活下去，请按赞成键。如果你们就像刚才杜伟所说的那样，各自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好好冷静一下，请按反对键，请按键。现场还是有93%的观众希望你们俩好好在一起。兰兰自己会怎么选择，杜伟会怎么选择，命运当然是掌握在你们自己手上。我们会再有10秒钟的时间为你升起选择柱，好好思考。来，请升起选择柱。请选择。本节目由海伦凯勒眼镜特别支持。请选择。我有个建议啊，各位，除了深深的拥抱你的心爱的姑娘之外，我真的还是很希望今天你能够再拥抱2个人，一个是雷老师，还有一个是涂老师。雷老师，我是真的很喜欢你。今天你来到现场，不光重新赢回你的爱情，今天你来到现场，我想对你而言是一次重要的成长。接下来真的在个性层面进行一些自我调整，你以后的建树会比今天大。好意思，男人嘛是有点冲动。不是这个怂呢跟忍呢下面都是一个心字。所谓的怂呢，就是没有自己的主张，不敢奋勇向前，所以上面是个从字。忍字就是往自己心窝子上扎刀子。我本来以为今天会认怂，
那样的话，你的丈母娘越看不起。你看一下就跑了吧？哎，还好，你今天还愿意忍，忍一定会有头的，因为有他嘛。如果没有他，这个忍是遥遥无期的，好吧？祝你成功啊！杜伟，你出来是为了想要马上就要领结婚证吗？因为兰兰是要求你马上就要领结婚证的。是，回家把结婚证吃了吧。杜伟啊，我还有一点最大的担心，你要切记，将来若是飞黄腾达混好了，不要记丈母娘的仇，因为总有一天你也会做岳父，你也会真心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有能力的男人，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也就是你的爱人。不要记仇。我一定会记住你这句话的，谢谢。宝文，我想说好多话，真的。这虽然是就是来咱们节目不久，但我感触特别深。我说我之前了解过咱们的节目，但一直没有参与录制，真的是让我看到了很多我生活圈子当中看不到的一些，什么恋爱之间的事啊，然后家庭之间的事儿。但每我看到，真的通过我们节目解决了他们的问题，然后两个人能牵手走下去的时候，我特别感动。然后我真心的祝福你们，赶紧扯证啊！本节目呢是由海伦凯勒眼镜特约支持。